观之道为师者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知友小关，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。岁数大了，很多慢性疾病随之接踵而来，其中高血压尤为常见，是老年人的流行高帽子。高血压影响了全球近10亿人口，今年中国60岁以上人群高血压的患病率上升至 58.9%， 也就是说每5个老年人就有3个患有高血压。今年103岁的钱爷爷是当地有名的100岁老人，很受人尊敬。村子里有不少人以为钱爷爷身体很强健，没生过大病，不然也不会这么长寿。但其实钱爷爷早在40年前就患上了高血压，不过幸运的是，在钱爷爷的调整下，这40年间血压一直都很稳定。在刚被查出高血压时，钱爷爷也是满心的绝望，感觉自己肯定活不长了，便想着不治了。但在儿子的苦苦劝说下，钱爷爷也开始耐心地配合医生治疗。让人惊喜的是，在复查时，钱爷爷的血压降了一些，这个结果让他很高兴，也重拾了希望，更加积极地配合治疗。平时自己也会研究一下怎么改善血压。转眼间40年过去了，钱爷爷的身体状况一直很好，血压也很稳定。当地人来向钱爷爷请教怎么稳定血压的时候，钱爷爷也很大方地公开了他的血压稳定秘诀，全靠3宝。1宝是饮食疗法，第一种推荐的食物是冬瓜。冬瓜是一种常见食品，例如普通菜肴炖冬瓜非常美味，而甜瓜也是一种具有降低血压效果的食物。高血压患者可以通过吃甜瓜起到稳定血压的有效途径。这是因为甜瓜中的钠含量非常低，所以甜瓜是高血压患者最理想的蔬菜之一，而长期食用甜瓜对降低血压具有显著作用。第二种是大白菜，白菜是厨房中常见的蔬菜，现在白菜已经成为我们餐桌上的必备菜。白菜中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C， 而白菜中的水仍然很多，经常食用白菜对血管舒张特别有益，高血压患者也可以降低血压。第3种是香菇，虾是很好的抗血管阻塞天然食品，蘑菇中含有很多成分，经常吃一点蘑菇可以降低胆固醇，并加速血液循环，从而降低血压。第4种是香蕉，钠离子是导致高血压的元凶，所以在饮食上要尽量避开高钠食物。又因为钾离子可以帮助身体排出多余的钠，所以高血压患者平时多吃些含钾的食物会对血压有帮助。香蕉中的钾离子就很丰富，比较适合高血压患者吃。经常吃这类的高钾食物可以缓解高血压的不适，有助于钠离子的减少，维持细胞的渗透压平衡，帮助稳定血压。所以高血压的人可以关注一些哪些食物含钾比较多。第5种是白萝卜汤，虽然有很多人不喜欢吃白萝卜，但不能否认的是，白萝卜对身体健康是很有好处的。白萝卜中有一种特殊的辛辣成分芥子油，这种物质对肠胃功能有促进作用，还能帮助代谢脂类物质，软化血管，利于血压的稳定，并且其中的维 C 也能促进血管的扩张，起到一定的降压作用。第6种是降糖营养物，钱爷爷补充的这一降糖营养物就是苯卡维素。苯卡维素中含有丰富的降压物质，对血压调控非常有帮助。苯卡维素提取了3七、葛根、莱菔子、决明子、玉米须、桑叶、山药等多种天然降压成分，经科学的配比后制成片剂结构的营养素，对于血压的稳控能力也更高。经研究，苯卡维素进入身体后，对血管有着极好的滋养作用，可以帮助提高血管细胞的活性，减少血管的损伤程度，进一步稳定血压。同时，它还能帮助清理多余的杂质、毒素，促使血管更通畅，帮助提高血管的健康度。血压控制不理想的人，平时带上一瓶儿，没事嚼2粒，对血压的稳定和血管健康都十分有利。第2宝是运动疗法。首先，坚持在早晨和晚上梳理头发。人的头皮后许多血管相连，早晚梳头可以维持血液循环塞的长度，刺激头皮的血液循环，改善异常的血液流动，并清除血气。因此只要它持续存在，就可以维持血压稳定，降低高血压。2. 要坚持按摩太冲穴。太冲穴的位置在脚背上，定期按摩可以帮助疏散肝气和疏通经络，调和血气，对高血压引起的头晕、头痛、心肌缺血引起的虚弱有很好的调和作用。3. 要经常活动嘴巴。
活动嘴巴可以改善脾脏和肾脏的循环，补充肾脏的血液，增强人体的机能。抵抗力只要最活跃的活动，就能保持消化功能的平稳运转，细菌、毒素不会钻入我们的身体，可以有效治疗血压升高等不良症状。4. 要坚持锻炼身体。虽然说高血压患者不能剧烈运动，但平常的锻炼身体还是要坚持的，这对患者的身体素质会有很好的提升，也能适当的缓解高血压。若是不知道该选择什么运动，可以在饭后散散步，早上做个健身操。5. 要保持良好的情绪。导致血压波动的不只有饮食，还有情绪。当人们情绪激动、剧烈时，血压水平就会上升。所以就要求高血压患者要有良好的情绪控制能力，避免情绪的大起大落，否则会给血压带来很大的波动，不利于血压的稳定。第3宝，适当的调整生活方式。不要以为进行药物治疗就万事大吉，改善生活方式和药物治疗缺一不可，烟、酒、盐摄入等都要进行控制。膳食营养因素在高血压的发病中有重要的作用，改善饮食习惯可以降低血压，减少和预防并发症。高血压患者需要多吃新鲜蔬果，多吃粗粮，适当补钙，戒烟戒酒等。但高血压患者的健康饮食最重要的是少吃盐，每人每天不得超过6克。健康饮食的同时，也不能擅自停药。有些患者在服药后，血压开始降至正常水平，于是就认为高血压已经治愈，从而自行停药。这样的做法是非常危险的，因为此时血压正常是药物控制的结果，一旦停药，血压就可能出现反弹，再次升高，而血压波动过大，会对心脑肾等器官产生更严重的损害。请大家了解一点，原发性高血压是不能被根治的，绝大部分的高血压患者都需要终身服药。当血压被控制并长期稳定后，正确的做法是在医生指导下逐渐减少药物的剂量和种类，同时也要密切关注血压的变化。老年高血压是非常常见的一种心血管疾病，不仅患病率高，而且可对心、脑、肾造成极大的损伤，是脑卒中、冠心病的主要危险因素。那么高血压怎么来的呢？1. 遗传因素。大约 60% 的高血压患者有家族史，目前认为是多基因遗传所致。30%到50%的高血压患者有遗传背景。2. 与精神和环境有关，长期的精神紧张、激动、焦虑、受噪声或不良视觉刺激等因素也会引起高血压的发生。3. 与年龄有关，高血压发病率有随着年龄增长而增高的趋势，40岁以上者发病率高。4. 不良的生活习惯导致，膳食结构不合理，如过多的钠盐、低钾饮食、大量饮酒、摄入过多的饱和脂肪酸，均可使血压升高。吸烟可加速动脉粥样硬化的过程，为高血压的危险因素。5. 会受其他疾病的影响，肥胖、糖尿病、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、甲状腺疾病、肾动脉狭窄、肾脏实质损害、肾上腺占位性病变、嗜铬细胞瘤、其他神经分泌、内肿瘤等。那么老年高血压有什么危害呢？1是冠心病危险因素之一，高血压患者患冠心病风险增加5倍。2是伤害大脑，脑出血、脑血栓、脑供血不足、脑卒中。3是伤害心脏，左心室肥厚，心脏扩大。4是伤害肾脏，肾萎缩、肾衰。5是加快身体其他部位的动脉粥样硬化过程。6是让患者感觉头晕、眼花、面目潮红、头重脚轻、耳鸣、心悸、乏力等等。老年高血压虽然可怕，但却是可防可控的。只要老年朋友们养成合理的饮食习惯，坚持健康的生活方式，遵从医嘱进行药物治疗，完全可以使血压长期平稳。老年高血压患者同样可以健康长寿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了。如果您觉得通过此视频学到了有用的知识，希望您分享给您身边的朋友。喜欢小关，别忘记点击订阅哦。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